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你谁啊你？他怎么了？你把他怎么了？哎，你谁啊？他太累了，照顾好他。忘掉所有和新海蔷薇有关的任何事。等，你是田菊的朋友？嗯，幸好你来了。我本来想着之前要给田菊他们换一个大点的床垫，但是我一个人搬上去还有点困难。本来想着田菊回来一起搬呢，既然你来了，那就……你家隔壁之前住过人吗？啊？不知道。喂，终于睡醒了，一觉睡到大中午。外婆在我家呢，现在。哎，珊珊，我昨晚怎么回来的？你还问我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多亏了你男票啊！谁啊？还给我在这装呢。哎，昨天你去比赛，结果一晚上都没回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等到凌晨实在等不下去了，差点报警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你男朋友把你送回来了，而且还是公主抱。你睡得跟猪一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他人呢？当然走了呀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儿来人敲门了，挂了，拜拜。这是干嘛呀？昨天搬过来太匆忙了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OK， 那我就原谅你上次敲错门的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些啊？瞎猜的。你还真猜对了。谢谢。哎，你这颗纽扣是丢了还是送人了呀？你不知道吗？离心脏最近的那颗纽扣是有特殊含义的。其实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说法，离心脏最近的那颗纽扣，如果送给别人的话，也就意味着他把自己的心也送出去了。刚开始确实是丢了，后来我没想好，到底要不要送给他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没什么，只是之前有人答应我帮我缝上来着，后来他忘记了。不过，你这个纽扣好眼熟啊，好像我有同款备用的。你一直留着？留着？什么呀？纽扣吗？可能是当时顺手留下的吧，我不记得了。后面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缝上。好啊，别忘了。好。
外婆，田觉，快出来吃好吃的。没什么胃口。哎呀，走啦，走啦。胃口呢是吃出来的，你不吃我不吃，怎么对得起那些奉献自己的美食呢？对吧？哎，对好吃的不感兴趣，对帅哥总感兴趣吧？哎，我家隔壁刚搬来一个帅哥，给我送了好吃的，你尝尝。新目标，大概是妲己的新爸爸吧。级别这么高啊？不是吧？哎，等一下啊。嗨，谢谢。哦。你怎么来啦？觉，男朋友怎么来了？大家好，我叫云霄逸，刚搬过来，是个科幻小说家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又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森森啊，你闺蜜跟男朋友吵架了？不知道啊，他们两个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。他才不是我男朋友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啊，你们先吃啊。从昨天到现在，你是不是没见过量子海？你什么意思？去看看呗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12年前的火灾，我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忘了？那就没办法了。本来是有视频的，但我决定就给你2秒听。我觉得这2秒应该足够让你想起来了。先带我女儿走，别管我，走啊！想起来了吗？走啊！我也很惊讶，我没想到你和田觉还有这样一段故事。小海聊着。哎，别冲动，这里还有别人呢。002，星海蔷薇12年的逃犯，在你面前这么坦荡嚣张，你不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吗？我只知道，你今天跑不了了。你敢对我动手，5分钟后，这个视频就会自动上传到网上，到时候全世界都会惊叹于你和田觉的爱情故事。啊，不对，准确的说，全世界都会惊叹于你12年前的选择。你这个疯子！你在田觉和他爸爸之间选择了救田觉，真的是可歌可泣，感天动地。唉，看得我都要哭了。我说过，你不准动他。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。哎，让我猜猜看，按你这个性格，你救了田觉，肯定会回去救他爸。所以，当时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情况。你救完田觉，应该是半透明状态。然后，地球人发现了你的异常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如果田觉看到了这个视频，知道他父亲用自己的生命来换了他活下去的机会，
他还能像现在这样快乐的生活吗？019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打也不想打了，逃也逃累了。我现在爱上了白森森，只想留在他身边，好好谈一场恋爱。我这个要求过分吗？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吗？那我们就简单一点吧。你不动我，我不动他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再怎么说人家都是客人，你让他们在外面坐着多不好呀。再说了，他们两个又不认识，我们不出去多尴尬呀。反正我不出去，你去看看他走了没，没走就把他轰走。不是你认真的？我认真的不能再认真了，森森，我跟他掰了，一刀两断，彻彻底底。嗯。你在干什么呢？要走快走，不走就是舍不得我。他俩还在。那你出去吃吧，反正我就在屋里，等那个人走了我再出去。嗯，好吧。我饿了。着急吗？我饿。哎呀，这大红嘴唇，啥时候拿的？森森要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谁家的外婆呀？哎呀！试试。那个，哎，上次谢谢你把田爵送回家。你也吃一点吧。有些人就是死脑筋，不懂得放轻松。你不用管他。那是因为有某些人的存在，让我没办法轻松下来。你们两个大男人说话怎么这么暧昧？之前真的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吃饱了。饱啦。饱了。你们吃啊。哎，你吃这个呀？来，吃啊，好吃。你也该吃完了吧？你也该吃完了吧？其实我还能再吃一点的。行，那我也吃饱了。我也先回去了。老板，哎，老板，你还在守着傻姑吗？还是休息一下吧，不然这样也太019知道12年前的事儿了。你指的是12年前你救了傻姑那件事吗？他知道就知道呗，货又不是你放的，你为了救他还受了重伤呢。他可以知道，
但天爵不能知道。为什么？我不懂。他也许会伤心、愧疚，甚至留下一辈子的创伤。他和外婆孤苦伶仃、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有责任的。如果当年我能救出他父亲的话，他也许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老板，你怎么又在自责了？当时你也想回去的嘛，但是无知的地球人把你当怪物了呀。那个小傻姑还昏迷着，火也还在烧着。当时你冲出来的时候浑身透明，那些村民不帮忙就算了，居然还围着你，啊！气死笨鸟了！愚蠢的地球人！13-1，总之我会24小时守在天爵的身边，保证他的安全。啊？为什么？219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过我，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过天爵。你不会画分镜，草稿也不会吗？那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演员是吧？是他们请你过来演一个会画毛笔慢的选手，好骗我在这儿继续录影，对不对？喂，第一期节目还没剪出来吗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我告诉你们，等我到公司以后，立刻就要看到样片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嗨，王总，你谁呀？已经没多少钱了，外婆看病也需要钱，得赶紧找份工作呀。招聘房产销售，保证五险一金，提供员工宿舍。还要求5年工作经验，月销售额达到300万。天哪！全球500强亚太区人才招募计划，职务不限，学历不限，工作经验不限，只要你有一颗追求梦想的心，美好的未来将会为你而精彩。可是我现在没钱了。喂，您好。我是田爵，您哪位啊？好啊。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好嘞。之前的店员辞职了，我正急着找人，就看到你的简历了。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，现在就可以签合同，今天就上班。1小时50。嫌少啊？70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最多只能给到100，不能再多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工资太高了。我找了好几个工作，要么就骗我，要么就不要我。结果您这边不但愿意用我，而且还给我那么多钱，我怕是不是骗我呀？我骗你什么呀？再说，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呀？
哦，也是。我这是真缺人，要不你看这样，你就当帮我个忙，先在我这干2天，如果实在是不行，随时可以走，怎么样？好，谢谢店长。来，我带你看一下啊。这边啊是食品专区，很简单，分类摆放就行。然后呢，下边是进口食品。王总，我帮你剪的这期节目，你还满意吗？你应该感谢我，我保证，你的节目马上就要火了。Cheers。好久。冯局长，样片已经剪好了，1秒钟都没耽误。2位辛苦了，不过这个样片儿用不上了。我自己剪了一个版本，今晚节目开播用这个版本。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还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剪影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一定不要让他知道。欢迎光。哟，学习呢？没有，店长，就是随便看看书。走，你的工钱。累的话就回去休息吧，值个夜班挺辛苦的。店长，我觉得钱给的好像有点多。我看别的店都是50块1小时，我每次都拿这么多，不太好。我这还头一回遇见嫌别人给工钱给的多的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能有份工作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而且我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在这看书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所以，那成吧，以后就按50给你算。好。哎，对了，
早餐没吃的吧？啊，给。钱可以不要，早餐总要吃的吧？拿着。谢谢店长。那我先走喽。好，拜拜。走。花老师，我以人格保证，我这次绝对不会再跑了。你的人格早被你从女厕所的马桶里冲走了。哎，花老师，去漫游小镇的车已经到了。还有，这是今天的录制流程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出发啊。好的，走。凤流清。哎，等，你看见凤流清了吗？凤流清？啊，就是他。哎呀，算你去忙吧。看见凤流清了吗？范老师又跑了。这该死的凤流清！赶快去给我找，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是。老板，什么情况？凤流清消失了。凤流清消失了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星海辽久一出现的漫游集团，凤流清就失踪了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哦，你是说他变成了凤流清？可是他变成凤流清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傻姑。哦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粥，然后每天早上就只能喝餐厅吃剩的粥，一点配菜都没有。我听说别的餐厅还有鲍鱼跟龙虾什么的。可惜我从来没见过，所以我就想，等哪一天我有钱了，就把所有这些配料都煮在一锅里面，然后做成一锅大餐粥。
老天鹅呀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凤老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你啊。找我？你叫田珏对吗？你会画毛笔漫对吗？我们之前见过对吗？对。那我找的就是你啊。你不是想参加比赛吗？是。想参加比赛的话，就跟我走。不是，我没明白，我已经被淘汰了呀。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咱们上车再说啊。走，不能跟他走。田珏，你现在仔细听我说，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风流清，他是星海019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让我想想。想什么呀？想什么？闭嘴。我就是催你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不是，方老师，我再说一遍，他不是风流清。你别吵。我不是跟你说话。你不是跟我说话？那你是跟谁说话呀？你现在得马上离开他，越远越好。我正在跟他说话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我马上就到，等我过去你就明白了。我不明白。哎，其实我也不太明白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阴魂不散？我今天很明白的告诉你，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，不想再看见你，你给我滚！滚！不是，我让他滚。他？哦，那他现在滚了吗？凤老师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奇怪。没有。你听我一会儿跟你解释啊，但你能不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？你说。你真的想起我了？当然了。那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比赛的时候呀。不对，第一次是在我的工作室门口，那天早上你过来要签名来着。所以之前的事你没有想起来？之前的什么事儿啊？如果你没有想起来的话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？因为我看了你的画呀。你等一下啊。这幅是不是你画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很喜欢这幅画。其实我首先要跟你道歉的。那天比赛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主办方找过来的演员，我没想到你真的会画毛笔漫，所以我看了这幅画之后，就马上来找你了。所以你是又看到了我的画，就又来找我了？对啊。又？你为什么要说又啊？难道我之前也来找过你？不过说实话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眼熟，但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难道我真的年纪轻轻就被华老师折磨得老年痴呆了？走吧。好。我没事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刚刚差点撞死方老师。他不是风流清。啊？我不是风流清，我是谁啊？你少说算了。星海019。啊？
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相信我是吗？检测中，检测完毕，骨骼人类，毛发人类，结论100%人类。你不说是星海019吗？啊，星呢？啊，019呢？啊，海呢？啊，不可能，肯定是哪出了什么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你。星海019无缘无故出现在了漫游集团，风流清就无缘无故的来找你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还有，风流清明明已经被我控制了，他不可能记得你。你就为了这个，你就要撞死凤老师？安排业，你是魔鬼吗？我必须问清楚。安排业，回答我，为什么来找田娟？我要带他去参加比赛。比什么赛？他明明已经被淘汰了。还有复活赛。我不是风流清，我是谁啊？你已经控制过一次凤老师，你还想再来一次吗？这是最简单的办法。然后呢？他现在好不容易才想起我了，你要让他忘记吗？他全都看到了，我必须抹掉他的记忆。安百业，是不是我身边所有人都要被你控制着，你才能满意？上车！进去！开车，快走！走开！快，走！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哪儿都行，离那个人越远越好。那去漫游集团，还是去我工作室？不能让我知道我们去哪儿。如果我知道了，他也就知道，他知道他就能跟过来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你就当我明白。不过我有几个问题啊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还有他一个大男人戴紫色美瞳，还以为他是鲁鲁修啊！真是。你别问了，我说了你也不会信的。那他不会是终结者、机器人，还是外星人？他不会是从漫画里穿越出来的吧？我猜对了。是神笔马蕨。好啦，今天的森森小姐姐呢，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上次在我家不是答应你帮你缝纽扣的吗？我刚好工作完就……你是不是在忙啊？你在忙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进来吧，我刚忙完回来。喝酒吗？不用了，大白天的我不想喝酒。就是有点惊讶，但又有点好像就应该这样的感觉。说什么呢？一切随缘吧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是有一种感觉，你好像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不自在，这点还蛮厉害的。那我说说我的感觉吧。我觉得你很喜欢唱歌，而且属于创作型的。大概下一次你会唱歌给我听。可能你已经唱过了，只是我没听到。你副业是算命吧？这你都能看得出来啊？其实小说不是我的主业。那你主业是什么呀？一会儿带你去看看，顺便在路上跟你说说我的新小说构思。好。
怎么又哭了？你说的这个构思，我好像听过。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吧。而且世界观设定，甚至故事，还有你的主角019，又跟田爵漫画里的反派好像啊。我为什么要说又？我觉得故事里的男主，并不是反派，只是一个渴望获得自由的逃亡者，一个没有身份的孤儿。看来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啊。每个决定复仇的罪人，都不是好人，但也不一定是坏人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无奈。他是个善良的人，可是002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俩不是兄弟吗？怎么就会对他赶尽杀绝呢？他们俩并没有血缘关系，只是从小一起长大而已。你可以理解成这样：在一个又可怕又冰冷的外太空星球上，只有他们两个是同类，他们只能相互取暖，相依为命。我带你来这儿，不是让你在这儿哭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谁让你说的故事那么让人难过？老板，你这回是糗大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找到他们再说。星海019没有变成风流青啊，你找到他们又能怎样？星海019不可能平白无故来到漫游大厦，风流青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来找天爵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我必须搞清楚。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话题，刚刚你还没说019为什么那么想拿到那个钥匙啊？是想拿它打开什么宝箱吗？准确的说，他是想打开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，也就是超能力。超能力是枷锁019的超能力是变身，002的是意念控制，可这一切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什么意思啊？超能力不是很好吗？我就想要超能力。019是没有实体，他没有自己的身体，他是透明的，他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。002呢，他忘不了任何事情，曾被他意念控制过的人的记忆，会复制转移到他的大脑中。所以超能力才是枷锁。019想要的其实是自由。019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过有了那把钥匙，他就可以解脱，可以留在地球上做一个普通人。不是我说啊，你这个设计真的，哇，怪不得019想逃呢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也逃。
在那样的环境里，简直生不如死。是啊，幸好019逃走了，逃到地球，还遇到一个不错的女孩。全世界只有那个女孩，每一次听到019的故事，都会落泪。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很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？019一直想要那个钥匙，不是一直在一个地球女孩身上吗？我跟你剧透一下吧，那个地球女孩其实是019的嫂子。哎呀，这哪叫剧透啊？一猜就知道了好吗？002跟这个地球女孩一定有一段旷世虐恋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宝物怎么办呀019调查了很久很久，不舍昼夜，终于找到了002和那个地球女孩的突破点。那接下来呢？019会使用他的超能力，操纵有关的人，彻底搅乱那个地球女孩的生活，让他亲爱的哥哥和那个地球女孩决裂。你来了，田觉呢？你居然能找到这里，还突破了我设下的层层防线。看来田觉说的是真的，你是一个从漫画里出来的外星人。田觉在哪儿？想要知道田觉在哪儿，你首先要证明自己。我听田觉说你有超能力，能意念控制任何人，是吗？来，意念我，让我看到自己拥有塞巴斯蒂安的美貌，利维尔兵长的帅气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夜神月那该死的魅力。来，哦，来。让他引诱我使用原石，然后偷拍我，要挟我是吗？现在我有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这很关键。什么问题啊？复活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让你来找田觉的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拍完了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什么复活赛啊？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环节，所有被淘汰的选手都会开启观众投票，总票数排名前5的选手可以参加复活赛，最后由我们的导师选出一位优胜者，获得直通决赛的资格。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不让复活，你们就不复活了？我们就是想请凤老师联系一下田觉选手，邀请他来参加复活赛。田觉？田觉是谁？你在花老师面前装疯卖傻也就算了，你跟我还装啊？我说的就是比赛那天画毛笔画的那个女孩。哦，你说是她呀？但是她不是不会画漫画吗？她会画。那天所有人走了以后，她一个人留在现场画了这个。我知道你喜欢毛笔画，所以冯老师，现在请你现场鉴赏一下，看看这个田觉应不应该回来参加复活赛。王富贵。对啊，他是漫游集团策划部的总监，也是这次比赛的总策划。所以你是怀疑王富贵把田觉的画给我看是个阴谋？对。
其实吧，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。田爵是你的作者，你是田爵创作出来的，你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，这是属于作者和被创作者之间独一无二的羁绊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对田爵的这一份深情，非但没有保护到他，反而演变成了无止境的控制欲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应该尊重他的梦想和选择。放手吧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不要把我的身份透露出去。哎，你不要为自己的身份觉得羞愧。我跟田爵都是漫画家，虽然我们被禁锢在这个3次元里，但是我们的灵魂都是属于2次元的。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。现在呢，我有一个郑重的请求，你能不能满足？我能不能我能不能轻轻地碰你一下？就轻轻的，稍微的这么碰。哎，他跟真的一样哎。这是哎，安白夜。天罗，天罗，那现在是我去追还是你去啊？我警告你，关于我的身份一点也不能透露，明白吗？你放心，相信我。哎，别生气啦。所以你今天来找我，其实是想说复活赛的事儿。对啊，我本来是想带你直接报名的，但是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吧。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因为我画的是毛笔漫嘛。毛笔漫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毛笔漫啊，国画，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。谢谢你，方老师。你知道吗？你一直是我的偶像，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家。谢谢你喜欢我。啥？他叫啥？王富贵，他是漫游集团策划的总监，也是这个节目的负责人。给我查一下这个人。我画漫画画了12年，12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肯定过我，相信我能够成为一个漫画家。你不但是我的偶像，也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，还肯定了我2次。我真的特别感谢你。但是我现在也知道我画的并不好。我没有学过美术，也没有学过漫画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只是刚刚好会用毛笔画漫画而已。郝老师都告诉我了，你喜欢的不是我的画，只是毛笔漫而已。以前我不知道我有多差劲，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。所以，对不起让你失望了。这次复活赛我就不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让你白跑一趟，还受到了惊吓。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他再来骚扰你。也拜托凤老师别把他的事告诉别人。凤老师，再见。
在时间的缝隙给我回应。如果你觉得我离得太近了，我可以往后退一点。你饿了吗？我请你吃饭。在慢慢的贴近，我已无法喘息。要不再来一碗？不用，就一碗。我们2个人吃1碗，我不太习惯。我的工作是你安排的吧？所以，其实从比赛那天开始，你就一直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是想保护我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在医院那天晚上对外婆下手的人，应该不是你。我没那么傻，比赛那天我睡着之后，你完全可以抢走项链，也可以杀了我，或者把我绑回你自己家。但你什么也没做，还把我送回了深深家。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些，也不需要你替我找工作。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孩，我想过普通的生活，可以吗？你最害怕的不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吗？现在我不去了，你能不能到此为止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吃你的面。欢迎来到新一期的《创造漫画家》，这期我们将为大家揭晓比赛的晋级名单。你画好了吗？嗯，还没有。没事儿，我先看。这啥呀？这是？在众多参赛选手的激烈角逐下，经过组委会的甄别，获得晋级的漫画家有田珏、刘康、傅晨阳。怎么搞的？不是说他根本不是选手吗？怎么他镜头最多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确定这是正片？对啊，是正片啊。所以我们这么多画手，通通拿的是群演的剧本，倒是这个不会画漫画的是女主角。我爸妈还等着我上电视呢。结果只看到了田螺。我仔细算了一下，咱们3个人的镜头加起来都没有那个数位版的镜头多。你说你旧账太多，我就不跟你算了。当然，算了也白算。但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比赛是你自己跑去找王无贵接的，对吧？录制
是你自己打着哈欠对着镜头念1、2、3、4等后期配音的，对吧？你说今天采访的好好的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又看这个了？过不去了是吗？这辈子看到毛笔画你就走不动路了是吗？你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来赏析一下漫画家田觉的作品《动》，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？这里就是目前网络热议的田觉画手之前打工的餐厅。据我们了解，田觉画手从小就失去父母，并且一直寄居在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婶婶的家里。婶婶虽然为他提供了住处，但同时也要求田觉必须要为自己的餐馆来打工偿债。他没有任何的实力背景，他非常的普通。但是我们会扪心自问，他究竟有没有资格重回创造漫画家的比赛呢？可以解释一下您作品中的裂缝是在隐喻些什么吗？听说您的爱豆是国漫之光凤流清，你们偶尔私交对吗？有评论家说您的作品裂缝是代表着宇宙万物，代表着完美与缺憾，也是代表着人性间无法粘合的裂缝。请问是这样子的吗？您现在是复活赛人气第一的超热门选手，请问您对将来有什么想法吗？田老师，请问您感觉到自己被资本和大众消费了吗？热度都是短暂的，您有考虑过被猎奇的观众遗忘之后，您该怎么办吗？你来我们公司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会开始制作您作品的周边。月薪10万算什么？我给你年薪100万。我们给你制定了精密到头发丝的包装计划，不过我们要求版权。年薪100万算什么？我们要给你开个人工作室，你就是下一个毕加索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哇，你这画的好漂亮啊，真棒。你的画呢？学什么不好，非学人家交白卷。重画。哦。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还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剪影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老板，通常在电视剧里，这个时候就该男主角出场了。女主角最脆弱的时候，男主角就应该挺身而出，把你坚实的小肩膀送过去，让他靠。是怎样？嗯？昨天晚上请我吃了碗面。面？吃面怎么了？傻姑这么穷的人都能请你吃面，这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有进展呀。老板，我又不是女主角，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干什么？毛副科的地址查到了吗？
查到了。我去看看。那傻姑怎么办？你走了，万一星海019这个时候过来，你留下。我又不是男主角。让你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。喂，你老板自己不敢来，派你过来送死啊？我老板也真是的，你这么可怜，他也不来安慰一下，全吃大发我过来。哎呀，梦想嘛，不就是把白日梦想清楚，然后踏实的走出去吗？你画的烂也不是1天2天了，现在发现也不算太晚了，别难过了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吐不出象牙的鸟嘴，我的意思是啊，人有时候不逼自己吧，怎么知道自己有多糟糕嘛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这种综艺节目本来就都是假的嘛，他们把你拍成那样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玩啊。要是所有人都画得特别好，还有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得有人画得烂才值得吐槽嘛。你放心，他们的记忆啊，就跟一条鱼差不多。过2天等新的头条出来，就不会有人记得你了。我不觉得他们骂我有什么不对，谁让我自己没本事？不，你可不能这样想。你要想，是金子，总会发光。那要不是金子吗？哎呀，就算是杂草也总会开出小野花的嘛。罢了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今天豁出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是老板，我也从来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干嘛？为了安慰你，我只能使出绝招了，出卖我的尊严。啥呀？和灵魂。来吧，盘我。怎么拍？你这么主动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来吧，盘。别动！干嘛？你进去，别说话。丁龙。哎。人类。方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玩啊。找我玩？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？我不能来找你玩啊。我之前给你打电话、发微信，你也没回我。哦，我手机关机了。啊，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。我干嘛要拉黑你？那谁知道，也许是怪我之前不该让你去参加比赛啊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好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
好玩的地方。又是游戏厅啊，都这么晚了。你放心吧，不是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。这个局里局气的二货到底是谁啊？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炮灰男二吗？闭嘴！什么？没有。哦，走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跟那次绑架我的人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。那你们为什么前赴后继的都来绑架我呀？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们干嘛总盯着我呀？我求求你，放了我行吗？我求求你放了我行吗？姓名：王富贵，身份：漫游集团策划部总监。你是什么时候被星海联要求绑架的？我不知道。田杰的画是不是那个人交给风流清的？不知道。所以复活赛的事儿，你也不知道。复活赛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工作室吗？你来过？你跟我说过，你在这里被万恶资本囚禁了太久，只有逃离这一切，你才是你。这话听起来像是我说的。所以你说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这儿。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很可怕，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很有趣。没明白。你之前来这儿进去过吗？当你跨过那扇门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。各位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，让我们热烈欢迎田爵。那个，都这个点了，大家是不是已经下班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对于漫画家来说，这个点儿才刚刚开始上班，好吧？他们一定是在上面挑灯夜战开会的。我之前跟他们说过了，没有必要给我省这点电费，真是。不要抢 buff 呀！你不要冲动，不要硬刚，专心打钱呀！大哥，又送人头，小学生吗你？怎么着？小学生都能这么菜鸡的？对不起啊，大家，我的错。哎，再来一把怎么样？哎，开了，嘿，这次肯定输不了。孟老师，给我倒杯水。我也要。孟老师，原来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室都这么没地位。华老师来了。林里啊，画反了。哎，这样，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见过，我们重新来一次。走。啊！
各位，今天我们的工作室迎来了一位新的客人，让我们热烈欢迎田爵。今天呢，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位客人，你们先互相认识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见过。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了。凤老师，你把我们全都揪过来，就是为了迎接这位白卷少女。好，既然都认识了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刚才叫田爵白卷少女，没错，但是田爵和你们不一样，他喜欢画漫画，也坚持画漫画，但他从来没有学过漫画，也没有见识过漫画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所以今天我带田爵过来，就是想让他看一下漫画究竟是什么。首先，你要明白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个时代，漫画已经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了。今天你看到的只是工作室的这些核心画手，但是在一部漫画的连载过程中，有时候需要10几人甚至几十人的共同参与，才能完成一部真正合格的作品。这里的所有作品，从最初的脚本、人设，到之后的草稿、线稿、场景、上色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这里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这里就是漫画真正成型的地方。他们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，一般都是下午起床，在这里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。连载的压力很大，有时候甚至几天就要赶出一部成品来，所以几天不睡觉的情况也是有。哇！很多画手他们来不及回家的时候，都会在这里休息。条件呢，虽然很艰苦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好辛苦。每次连载的截稿日，都是画手们的至暗时刻，压力很大，很多人都坚持不住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对于漫画家来说，他们的人生不是在画漫画，就是在准备画漫画的路上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还要让你看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想让你看看，漫画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。魏琪是我们的分镜师，我画好设计稿之后交给他，由他来进行分镜和脚本设计。阿朱是我们的线稿助理，当分镜结束之后，他会把草稿变成线稿。他的画工扎实，线条顺畅，极度简洁。最后呢是林里，林里是我们的场景和色彩助理。草稿完成之后，就由他进行绘制场景、上色。当林里的工作结束之后呢，一篇漫画就真正成型了。接下来就由我们来演示一下整个工作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至于画什么嘛，这才是真正的漫画。我真的是井底之蛙，就算我再画10年、20年，我也不可能做到像他们那样，更不可能画出跟凤老师一样的作品。我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现在是不是觉得画漫画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？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我想让你明白，想画好漫画，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不仅难，而且苦还累。知道了这些，告诉我，你还愿意继续画漫画吗？凤老师，
你说，我到底还要不要画漫画？这个你别问我呀，我又不知道。其实今天你也看到了，在现代的漫画工业里，每一个成熟的、优秀的你能看到的作品，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它是由一个工作室来共同完成的，是所有人的努力和智慧的结晶。所以，所谓的国漫之光，也从来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工作室的所有人组成了真正的国漫之光。如果你现在问我，你能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来，那我现在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。不可能。我没有想和你比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，我只想，我能不能像他们那样，从助理画起？他们能做的，我能不能做？这些呢，你也是做不到的。阿朱和魏琪，他们在考学之前就拥有了非常坚实的绘画基础，而且他们现在每天画10个小时哦。但有些时候我还是会批评他们画得不够好。至于林里呢，那我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在考学之前就已经钻进了宋庄的地下室，啃着馒头练画。冬天没暖气，夏天没空调，很苦。后来他去了一家动漫公司，专门做场景设计，一干就是10年。当个画工而言呢，他已经不在我之下了。但是，他现在就缺少一个成为真正漫画家的机会。你是说，我应该放弃？哦，我没这么说啊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的画，还让你去参加比赛吗？因为我画的是毛笔画。没错，虽然你的基本功很差，一些专业的知识啊、技巧更是一窍不通，但是我仍然很喜欢你的画，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毛笔，而你画的是国画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这2幅，这幅是我的，这幅是你的，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你画的比我好。哎呦，错！拿这2幅画作为比较，本来就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他们的审美标准就不一样。现在大众所接受、所习惯的是我这种，它的主要元素源于日漫的风格，经过几10年的演化，它已经具备了自己完整的审美体系。而你这一幅中国风毛笔漫，坦白说，之前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样的漫画家太少了。没有这样的漫画家，就不会产出这样的漫画；没有这样的漫画，就不会有读者。一个新人，他喜欢漫画，他想学漫画，他可以从最基础的学起，学分镜、学透视、学人物比例。我承认这非常难，这非常难，但是只要他有恒心、有毅力，他早晚都会学会的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他学会了这些之后，他所画出的东西和其他人没有两样。当然。有很多人，他们尝试新的风格，想尝试新的画风，但是没有成功的先例，所以他们只能是拓荒者。很多人都死在了半路上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走到底，一定会有人，一定会有人。所以你是说我还是应该画下去？你这个不该问我呀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。我之前呢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不该把我自己的期望强加在你身上，因为你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背负我的梦想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希望你为你自己选择，不为任何人，只为你自己。漫画这条路呢，真的很难，而且毛笔漫、中国风更是难上加难。你之前误打误撞走上这样一条道路，我今天呢，就把这条路的真相告诉你。这条路充满了荆棘，甚至看不到尽头。也许你会像其他人一样，
死在半路上。也许你能走到最后，你能看到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的景象。你之前告诉过我，你画漫画呢是因为喜欢。那我现在希望你真正的问一下自己的内心，如果这是一条注定要失败的道路，你会继续画下去吗？你现在也不用着急回答，慢慢想，想好了呢，告诉我。嗯。别说鸟儿爷，完了！本以为这个男二连备胎都算不上，没想到他平日里看起来这么二，关键时刻居然尾牙了起来，完全秒杀我老板啊！最后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一下，现在复活赛的投票你得票最高，只要你愿意参加复活赛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有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一个机会，无论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，我都能理解。去哪儿啊？湖下村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人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。甜甜，张姨，又来看你爸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张姨，这次是突然想回来，也没来得及给您和豆豆带什么东西。嗨，带什么呀？你每次来给我带什么东西？不用。哎，你等着啊，我去把豆豆喊来，他要知道你来了，肯定特高兴。豆豆，傻姑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快放我出来看看。待会儿吧，现在人多眼杂。这是我邻居家，张姨从小特别照顾我，而且她女儿也特别喜欢啥？说呀。喜欢我的画。甜甜姐，豆豆，想我了吧？对不起嘛，姐姐这么久没来看你，而且上次答应给你带花，这次也忘记带了，是不是生姐姐气了？好了，不生姐姐气了，好不好？姐姐答应你，下次姐姐就给你带，好不好？好吗？甜甜姐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是喜欢你的画。哎，豆豆，这豆豆怎么回事啊？他平常老说要见甜甜姐姐，这回甜甜姐姐来了，他就不多说几句话就走了呢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他呢是看了那个比赛，他想安慰你来着。一个孩子不懂怎么说话，别怪他啊。哎，我也看了那个比赛了，有什么呀？不就是一次没画好吗？下次会画得更好的。哎，他说有一个什么复活赛来着，还会给你拿着手机投票，我也发动街坊邻里都给你投票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给你炒了2个菜，你赶紧拿去给你爸妈去。在外面等我一会儿。爸妈，明儿又来看你们，这么久没来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别生气，张姨做了几个小菜，我带过来给你们尝尝。张姨的手艺现在可好了。
其实我不是不想来，就是最近出了好多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要去见一位老师，凤老师，他可喜欢我的花了，还推荐我去参加比赛。后来的事我就不讲了，反正就是我搞砸了。不过你们别担心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爸妈，以前的时候吧，我有什么难处我都不跟你们说，是因为我觉得女儿已经长大了，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。可是孟老师问我，到底要不要继续画，到底喜不喜欢画漫画？我喜欢呀，可是我画的那么不好，我就算继续画下去，就只会被人笑，被人看不起。我不知道该跟谁商量。孟老师让我自己做决定，让我怎么做决定吧？我不会呀，我也不知道选什么。爸妈，你们告诉我嘛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，这次你们就替我拿一次主意，好不好？人的命运不该靠硬币来决定，特别是这么重要的事。出去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让你出去，这个地方谁都不能随便进来，这里是我家。姓名：王富贵，身份：漫游集团策划部总监。你是什么时候被星海联合酒绑架的？我不知道。听明白了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在第2期节目开始之前，王富贵就已经被人绑架了，但在同一天却出现了另外一个王富贵，找到了风流情，把你的画交给他，让他邀请你参加复活赛。整个复活赛的赛制都是这个假王富贵一手安排的，甚至第1期节目也是由他剪辑的，在原本的节目里根本就没有你的镜头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绑架王富贵的人就是星海联合酒，他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你参加复活赛。为什么？为了预言之事。如果你去参加了复活赛，那么他就可以趁着混乱接近你，杀掉你，夺走预言之事。但我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你，所以你不能参加复活赛。哎，问你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什么？漫游集团问你复活赛到底去还是不去？你要不去的话，就趁早说，别像前领期似的，安排好了你到时候再翘班。等再说。等什么呀？等天黑，等天亮，等死吗？等一个人。
行吧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什么意思？我说我都知道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所以你不会参加复活赛了？去不去是我的事儿，我应该自己决定，不用你管。什么叫你自己决定？安来叶，你知道你哪儿最讨厌吗？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总要替别人做决定。刚才我就在想，要是有人能替我做决定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方老师是对的。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决定，也只能由我自己决定。而你，没有资格。你还不走吗？行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这件事情和你生死相关，你若不去参加复活赛，你很可能会死掉。上次我去比赛，你也说我会死。现在我不还活着吗？这次不一样，整个复活赛就是个陷阱。你说是陷阱，有证据吗？录音就是证据。那个录音只能证明王富贵被人绑架了，他连绑架他的人是谁他都不知道，其他的事儿都是你讲的，这能证明什么吗？绑架王富贵的人就是星海019，我都亲眼看到了。那好，你让我看看你的记忆。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灵感应吗？你能看到我的记忆，那我也能看到你的。你让我看看，你是不是见到真的星海019了，我就相信你。不愿意，那算了。这里就是目前网络热议的田觉画手之前打工的餐厅。据我们了解，田觉画手从小就失去父母，并且一直寄居在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婶婶的家里。婶婶虽然为他提供了住处，但同时也要求田觉必须要为自己的餐馆来打工偿债。哎，电视里这个人是你耶！来来来，快坐下，我们一起看。条件虽然如此艰苦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，反而是每天坚持画画。他没有任何的漫画基础，但是因为有了对这份梦想的坚持，同时也打动了广大网友对他的支持以及产生的别难过，共鸣感。我知道你画的可好了，我外孙女儿也喜欢画漫画，也老挨骂，但是她从来不怕，她老跟我说，以后肯定会画的比所有人都好。你呀，得向她学。等甜甜长大了，她肯定比电视里这些人画的都好，是不是啊？是，甜甜画的最好。哇，你醒了！来来来，尝尝我外婆的手艺，可好吃了。人类，人类。你傻乎乎的看着我干嘛？
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看？你是谁？这到底是哪儿？哟，你还说话呀？我还在想外星人不会说话，怎么跟你聊天？我问你，你在外星是不是从没见过我这么好看的女生？你怎么知道我是？拜托，一个这么大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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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大一个宇宙飞船，就从天上掉下来，砸在我面前，你不是外星人是吗？我是个宇航员。屁嘞！宇航员受伤只会流血，会整个人变得透明一样吗？哎呀，幸亏你那只鹦鹉没事儿，是它让我把你拖进海里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你一点一点变回正常人。你救了我。当然了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快叫大哥。你别怕，以后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你就是我小弟，我罩着你。你难道就不怕我吗？哼，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你第一次来地球还不是太了解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球上啊，外星人到处都是，早就不新鲜了。你看，这儿还有这些，都是外星人，你的前辈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哈特王子，我的小右，我的马路金艾多过来。在我的漫画里，你就是男主角。田姐之所以不记得12年前的事，不是因为什么 PTSD， 而是因为我抹掉了她的记忆。我不能让她知道她父亲当年死亡的真相。先带我女儿走，别管我。走啊！走啊！救我啊！快过来！拿水！快点水！水来了！找我了！你小心点！水来了！快跑啦！水！这什么怪物？怎么变透明了？这，有怪物！怪物！它身体变透明了！怪物！怪物！老田，老田呢？老田是不是在里边没出来呢？打怪物！老田！怪物！打怪物！嗯。